老规矩，地上的残次品分文不取，柜子上的成品300万一尊。陈家泥仙不能见人血，不能见生死，更不能在泥像前行男女之事。若是触犯禁忌，后果自负。我要发财了！给我留一个吧！别！我妈癌症晚期，没有陈大师捏的泥像就活不成了。去你娘的！有本事去跟陈大师买上等货，别跟我们抢残次品。所谓泥仙，是以人间至阴之土，再请仙家分神入内。从外表来看，不过是一尊普普通通的泥像，实则内有乾坤。泥胎有象，大道无形，功成法备，神鬼皆服。我叫陈虚，经营祖传的泥像店，却做着贩卖泥仙的生意。陈家泥仙往小了说能招财进宝、驱灾避邪，往大了说能绝处逢生、逆天改命。好笑的是，虽然陈家泥仙救人无数，但却救不了我自己。你八字极阴，命格带煞，断然活不过25岁。想要活命，就必须找到血肉可汗、千年棺材钉，还有汉华类这3样祭品，再按照泥经中的秘法重塑本命泥像。只剩最后3个月了，按照泥经中记载的秘法试了无数次，可缺了最关键的几样材料，根本就无法成功。老爹啊，您最好还是显灵，3个月内再找不到那几样东西，咱陈家可就要绝后了。这泥像店，我看也要开不下去了。都说阴阳泥坊的泥像千金难求，这看着也不怎么样啊，掌柜的。有事儿？大白天点什么蜡烛？快吹了！我啊，准备和老公要个孩子，有没有什么送子观音、金花娘娘之类的，都给我包起来吧，要最灵的。不卖。为什么？我这里的泥像只卖活人。你们这些江湖骗子就会说些怪话吓唬人。不好意思，姐姐，我不吃你这套。我的伞呢？怎么没伞不敢走啊？车在那儿，雨不大，不送。五讲竞猜，你知道什么东西既怕火又怕水吗？是纸。我很好奇，你一个纸人，怎么敢来我的地盘撒野？少在这儿故弄玄虚，不就是想骗我买你的东西吗？你想得美！啊，你干嘛？我的手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叫凶纸煞，能化皮肉为纸，无形中夺人生机。再泡久点，你整个身体都会被泡烂。不信，那就走吧。最多1周，你就会变成真正的纸人。到时候哪怕一个火星，也能轻松把你烧成灰。火化都省喽。我信了，我信了，小掌柜。我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能救我，对不对？我不能，但他们能。你肯定是得罪了附身在纸人上的脏东西，从而被煞气反噬。仔细想想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我曾经确实烧掉过一只纸人，大家都说我是被婴儿的灵魂给缠上了，就找了个大师。大师说，他会把孩子的灵魂聚拢在纸人上，然后把纸人烧掉，孩子的灵魂就会得到超度。宝宝，对不起，妈妈不是故意的，不要缠着妈妈了，好不好？烧！他在骗你。骗我？可在那之后，我确实没再听到婴儿的哭声。这种做法根本就不能超度婴灵，反而会让婴灵无法投胎，永远游荡在世间。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怀孕了。我不知道啊。因为那个婴灵还一直留在你的肚子里。你肚子里的婴灵会吸收你的人气，逐渐成长，而你犯了凶纸煞，则会一点点变成纸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现在就在我的肚子里，他想报复我？除了这件事，你最近还有没有遇见什么其他怪事？
有，就在几天前。敲门的也是个纸人。是，我打开门，周围根本就没有人。这婴灵已经有了影响现实的能力，你恐怕连1周的时间都没有，最多3天。什么？3天？你肯定能救我，对不对？我老公是林氏集团的总裁林涛，他家很有钱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似乎听老爹提到过，那3样祭品之一的血雨口寒就在林氏。海城还有其他林氏吗？就是你知道的那个。成，这忙我帮了。事情结束后，我要林氏的一样东西，叫血雨口寒。血雨口寒，我知道，只要我活下来，我一定把东西给你。要解决这件事儿，少不了倪仙帮忙。这样吧，先去你家看看，再决定到底请哪位倪仙。好重的阴气，这里四面环树，有山无水，阴气只聚不散，就好像专门为孕养婴灵准备的一样。这房子什么时候买的？我流产之后买的，房子也是那位大师挑的。借活人养婴灵，倒是有点像南疆那边的邪术。你家几口人？我和我老公还有我妹妹，不用管她，她性格比较孤僻。我们进去吧。我老公在公司，你先随便看，我去给你拿点水果。林涛先生与朱美琴小姐，这是林涛的前妻吗？可如果是前妻，早就应该扔了才对。这猫你养的？捡的，我老公捡的，扔还不让扔，烦死了。在坟地附近捡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猫爪尖发黑，目露凶光，浑身散发着阴气，明摆着是吃死人肉长大的。你是不是还会经常做噩梦，梦见它要吃你？对，而且我每次跟它独处，它就会朝我呲牙。上次还咬破了我一条3万多的裙子，从那以后就一直把它关在笼子里。因为你阳寿将近，身上的死人味最重，这种味道人闻不到，只有猫能闻到。你是说，它把我当成了尸体，想要吃我？是这个道理。我现在就去给它扔了。哎，那倒也不至于。等你请尊倪仙回来，这猫自然就不敢对你有什么歪心思了。对了，你和你老公都喜欢小孩吗？当然，我们很喜欢小孩子。这和请倪仙有什么关系吗？有。那像我这种情况，请个什么驱邪的倪仙就行。你已经要变成纸人了，一般的倪仙只会将你也一起当成邪物镇压，对你有害无利。那怎么办？我准备给你请一位特殊的倪仙，九子魔母。怎么听着不像仙，反而像鬼啊？传说中，这位魔母好食人子，每吃一个便生一个，到最后足足生了500多个孩子，这就是九子魔母。这么说，他足足吃了500多个孩子。是。后来佛陀得知此事，便将他其中一个孩子藏起，他急坏了，只能去求佛陀。佛陀说，你丢一个孩子都这么痛苦，那些被你吃掉孩子的父母呢？从那以后，他便放下执念，只以阴邪婴灵为食，从食子鬼成了喜子神。你和你老公都喜欢小孩，正好符合九子魔母的禁忌。他以婴灵为食，你肚子里的东西正好就是他的食物。我话先说清楚，这种特殊的泥像我做的也不多，如果过程中出了问题，不只是你，就连我也得被发怒的泥仙缠上。这么危险？不然呢？我在这儿跟你过家家。守住心神。好，要怎么做？割拓中指，把血滴在泥胚上。
把八字写下来，生日也行。好。泥胎有象，大道无形，功成法位，神鬼皆服。吾乃陈家泥精，第10代传人陈虚，请九子魔母一丝分神，镇鬼驱邪，以养功德。要来了！是英灵察觉到了九子魔母的气息，她在害怕。忍住！我听见了，他在叫我。坚持住，只要10根蜡烛都亮了，就说明九子嬷嬷的分身已经进了泥胎。到那时候，咱们就都安全了。妈妈，我怕，你不想要我了吗？妈妈，我感觉肚子里有东西，好凶的东西！我的肚子不好，英灵要强行降生。喝了。魔母在上，英灵祸害人间，还请魔母速速搭救，事后必诚心供奉，香火不断。声音不见了，好像肚子也没那么疼了。安全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九子魔母已经在里面了？太好了。出去接吧，没事。喂，老公。那女人说了，只要见到小贝就答应净身出户，她不跟我离婚，我就娶不了你。要不还是先离婚再见孩子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小贝怎么样了？关着呢，一直吵着要找他妈妈，烦都烦死。让他快点签字哈，我可不想继续给你前妻养孩子。如果他不答应，那就关着吧。什么情况？九子魔母走了？难道是李雪触犯了魔母的禁忌？那英灵，坏人不见了，宝宝要来见妈妈喽。他又动了，他要出来了。泥仙的土只能暂时驱赶英灵，得赶紧逃出去。鬼打墙！靠，好好的锁什么门啊？这血符撑不了多久。不会要被困死在这儿吧？对了，窗户，窗户！靠！啊！你是李雪的妹妹？别出声！完蛋了，这下真要交代在这儿了。九子魔母，魔母将英灵吞噬了，她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。好渴，水，我不怕水了，我好了。太好了，小掌柜，英灵是不是已经被赶走了？我又能怀孕了，对不对？你犯了禁忌，差点把我们都害死。犯了禁忌？我只记得我肚子突然很疼，然后就晕了过去。九子魔母走了，英灵复苏，要不是关键时候你那个妹妹在场，魔母去而复返，咱们早就死透了。说说吧，被你关起来的那个孩子到底是谁？窗户都给锁上了，够狠心的啊！这是我的家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不说，行。我可提醒你，九子魔母本身就是鬼神，她能为了孩子救你，就能反过来害你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
英灵已经除，凶指煞已解，答应我的东西记得给我送到店里。哦，小掌柜，你不会是怕我赖账，编个幌子吓唬我吧？最后嘱咐你一句，九子魔母去而复返，我将她暂时封在了泥像里，你必须趁着这段时间消减她的怒气，供奉香火不能断。知道了，不送。反正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，神经病才会继续供奉这邪门东西。谁让你出来的？长大了可不许记恨阿姨啊！要怪就怪朱美琴那女人的肚子不争气，靠你这个领养来的孩子怎么能拴住男人呢？等我怀上他的亲生骨肉，你和你那个便宜妈就等着净身出户吧。你也被关起来了吗？那女人已经签字了，咱们明天把那个野种送走吧。行。那你答应我的股份什么时候给我啊？给你股份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你答应我的，只要我帮你离婚。以后再说。林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别忘了，小贝的事儿你也脱不了干系。当然，不想这件事传出去也很简单，我只要文涛集团20%的股份。你特么敢威胁我！不要了，别！我怀孕了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的亲生骨肉。不就是孩子吗？老子外面有的是。想要钱是吧？都盯着老子的钱是吧？你们这些贱人，都该死！自从李雪把东西送来，已经很久没消息了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血瘀口寒。昨日夜间，文涛集团总裁林涛被发现在家中身亡，现场另有一名女性死者。经调查，女性死者为林涛的情人，林涛将其杀害后畏罪自杀，其名下财产或将由家人继承。以下是对相关人员采访。有传言说您原本已经准备和林先生离婚并净身出户，请问是真的吗？谣言，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。至于他的遗产，我分文不动，都将由我们的养女小贝继承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不管怎么说，第一种祭品已经拿到了。本命泥像将血沁玉里的血吸收了，连带着我的血也发生了变化。这些泥仙在怕我的血。快，东西都搬进来，放这儿就行。哎，你们干嘛？看清楚，我这可不是酒店啊！你就是陈虚？你哪位？这么年轻啊，倒是可惜了，怪不得陈怀山非要我来。是我爹让你来的。是啊，我叫江河，长江的江，禾苗的禾，他没提起过我吗？该不会爹临死前给我留了什么大客户吧？哎呀，来，坐下说，咱们坐下慢慢聊，说说呗。我爹让你来干嘛？那我可说了啊，说，保证帮你解决。他让你娶我。娶你？开什么玩笑！我没开玩笑，我已经答应陈怀山了，必须在你死之前给陈家留后。算算日子，还有2个多月，就是你25岁的生日吧？得抓紧了。等等，什么就留后？我这还没死呢。差不多啦，搬好了，那就走吧。
别关门啊，我这还做生意呢。你要干嘛？亲我吧。我说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别磨蹭了，快亲我。阿弥陀佛，无量天尊，这尼玛不会是仙人套吧？来客户了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来的正是时候。这是你女朋友吧？真漂亮。我才不是他女朋友。对，他可不是。我是他未婚妻。嗯？那你先忙，孩子嘛，什么时候生都行。你别理他，一神经病。您说吧，碰到什么事儿了？我没关系，再奇怪的事儿我也见过，您说就成。我好像出轨了啊！这姐看着得有40多了，玩得够花啊！这老公不着家，咱也不能出轨啊。要不您还是找您老公认个错。说了他也不会信，因为我出轨的对象不是人。不是人，那就是撞了脏东西呗。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和我先生认识20年了，3年前才结婚。这事儿我一直也不敢告诉他。具体发生了什么？跟我仔细说说吧。1个月前，我认识了一个男生，很年轻，很英俊。他说就喜欢我这样的成年人。我们认识的那天，喝了不少酒。你的身上有种味道，香。香。给我一根。你走吧，我不能留你，我们就当今晚什么都没发生。小五，你就那样，在我面前直接消失了。你是说，这人不仅凭空消失，剩下的烟都变成了香？我被吓坏了，当天晚上就把那些香都扔了。是那个味道，就是他身上的味道。通风也没用，开空调也没用，我总是能在家里闻到香味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，可从那以后，我经常能在家里的各个地方看到香灰。会不会是你老公点的？不可能，我老公这段时间都在外国出差，根本就不在家。就算在家，他也从来都没有点香的习惯。那你闻香之后，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不舒服，倒是感觉最近越来越容易累，总有睡不完的觉，睡着了还会做梦，就算在梦里，我也能闻到那股香味儿。香带了吗？带了。你要干嘛？别！别怕，只是香而已。我只是一闻这个味道，心里就会不踏实。陈掌柜，我的问题你能不能解决？能。这是钟馗像，钟馗可是脏东西的克星，给我300就成。这么便宜？便宜还不好。好。这泥仙有没有什么讲究？有是有，一会儿我跟你去一趟，具体怎么摆，还要看看你家里的格局先。那多麻烦。不麻烦，做生意嘛，服务至上。谢谢你啊，掌柜。这女人眼窝凹陷，赤脉贯清，已经是阳气外泄之兆。照这样下去，估计要疾病缠身，灾祸不断，阳寿大减。挺懂啊。哎，我还听说阴阳泥坊的泥仙动辄上百万，怎么那钟馗像那么便宜啊？空壳子唬他玩的。为什么？这香叫四神香，是以檀香为底，混合龙涎、鸡血制作而成。所以，招惹这大姐的根本就不是脏东西，估摸着是个野神仙。野神仙很厉害吗？但凡跟神仙沾边，就没有好惹的东西。不是我不想帮，是我帮不了。
你跟着我干嘛？我是你未婚妻啊，我不跟着你跟着谁？麻烦您换个人骗，我这儿可没钱给你。我不是骗子，我已经答应陈怀山了，一定要在你死之前怀上你的孩子。你不会是嫌我长得丑，不想要我吧？随便你，愿意跟就跟着吧。靠，不干这行还真不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多有钱人。怎么了，陈掌柜？没事儿，那就先进去吧。和李雪家倒是不太一样，没什么阴气啊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拿着好好的，它突然就碎了，是不是磕到什么地方了？是这房子里有东西，不想让他进去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个脏东西还在我家里？这是一山不容二虎啊！泥像都碎了，是不是那东西很厉害？陈掌柜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只能等死啊！先进去看看再说吧。你们闻到没有？就是这个味道。这宅子不小，只有你们夫妻2个住吗？本来我们是和双方父母一起住，可这3年内他们都相继去世了。我先生出差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住，所以这香是那个脏东西点的。香，就是你点的。我？不管是什么东西，都没有自己点香的能力，否则他们也就不用受别人的香火了。哦，是梦游。你之前说你睡着时总会做梦，梦里也能闻到香味，那不是梦，是你真的闻到了。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梦游的习惯，肯定是那东西，是他操控我这么做的。现在最关键的，还是得把它找出来。这地方你们住了多久了？就住了3年，是结婚的时候从别人手里买。这房间能进去看看吗？能看是能看，只不过里面只放着我们父母的灵位，出了这件事儿，已经有段时间没有祭拜过了。明明没有祭拜，但这里的香反而是最重的。怎么样，陈掌柜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之前的那种香，你家里还有没有？去，把房间里的暖气关了，所有能通风的窗户都关上。陈掌柜，你这是……那东西就藏在这儿，介意把灵位搬开吗？不介意。这里居然还有暗门。它在吸收我手上的香火，缠着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脏东西，是这尊泥仙。杜小姐，你家人曾经从阴阳泥坊请过泥仙吗？这世界上会捏泥像的人应该有很多吧？但是用阴土捏泥像的，只有我们陈家。阴土就是坟头土，而且这尊泥仙，我敢说这世界上除了我父亲，没人能捏，连我也不会。这种神太过邪性，早就已经没人供奉了。既然是从阴阳泥坊出去的泥仙，看来这事儿我是非管不可。陈掌柜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叫五通神，也是财神的一种，只不过我们更习惯称它为邪财神。这东西比普通财神霸道得多，能让人乍富，而代价便是透支自身的运势。如果自身运势不够，便会夺取身边之人的运势，导致他们厄运缠身，重则暴毙横死。这五通神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淫祀。当他身边之人的运势都已经吸光，他便会盯上家中漂亮的女性，化作俊男对其勾引。你根本不是撞了脏东西，你是被当成了他的祭品。我成了祭品？至少现在来看是这样的。给你先生打个电话吧，看看他知不知道这件事。云城，家里出事儿了。你知道咱们家里一直都供奉着一尊泥像吗？就在放灵位的那个屋子里。云城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从来都没见过什么泥像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
一两句话说不清。我找人看了，他们说这泥像很邪门。云城，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我有点害怕。我手头的项目利润几个亿，出了问题我是要被追责的，还要几天时间才能回去。我记得之前住在这里的李家似乎很信这些东西，会不会是他们留下的？那好吧，你忙。怎么了？是李家。李家？是之前住在这里的人家，这家宅院就是从他们手里买来的，一定是这样。自从我们搬进来，李家的生意就越做越大。按照您的说法，肯定是把我们当成了祭品。那您的父母他们？我母亲是脑梗走的，先生的父母也都是生病走的。一定是李家他们害死了我父母。人死不能复生，现在最关键的是要保证你们的安全。那你给那五通神送走不就行了？请神容易送神难，送走可以，但必须得找到请泥仙的那个人，只有他愿意，才能真正送走。我们早就没有联系了，一时半会儿可能找不到。那就只能暂时将他镇压住了。镇压？再请一尊泥仙，将五通神给镇压住。喂，凭什么不让我看？哎，你要请的泥仙是亡灵官，专门负责监督众神仙的所作所为。你家的情况正是五通神作恶，自然也在亡灵官的管辖之内。不过这五通神已经供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受了太多香火，想要镇压，怕也不是什么容易事。那我该怎么做？亡灵官为道教护法神，要请他的分神，先要问过三清。按照我刚刚教你的问吧，然后置脚。姓氏杜明娟，今日焚香叩拜，不知是否可以？一阴一阳是圣教，圣人同意了。谢谢圣人，谢谢圣人。要不要割手指什么的？你懂这些？我看电视剧里是这样的。不需要，咱们请的是道教正神，礼数到了就行。吾乃陈家泥经第10代传人陈虚，现有野神作恶，请三界无私猛力将亡灵官分神镇邪除恶。急急如律令。把杜小姐抱去休息吧，请仙的消耗很大，她撑不住了。香味消失了。不好了，陈虚，杜明娟又梦游了，她在点香。如果继续朝着五通神供奉香火，亡灵仙很快就压制不住了。拦也拦不住，叫也叫不醒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又是纸人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梦游了。啊？这吊坠是谁给你的？事情发生后，我询问过不少大师，其中一个给了我这东西，说是带着它，邪物就不敢近身。胡说八道！是有人在通过纸人为媒介控制你的心神，操控你梦游点香的根本就不是五聪神，而是送给你这个吊坠的那个人。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凡事必有因，具体为了什么，暂时还不清楚。好重的香味！亡灵官的分神已经快压制不住五聪神了，那怎么办？只能试试了。有用！我的血竟然连泥仙也能压制。暂时没什么事了，但是镇压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想要送走五通神，就得尽快找到真正供奉他的人。好，我明天就去找李家。那要是他们不愿意怎么办？泥仙先被压制，它的效果也会消失。李家受到反噬，很快就会破产。想要东山再起，就必须把五通神送走。我知道了，我会跟他们说清楚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先走了，到时候再联系我。好，师傅，去江都大路白市一条街。不回泥铺吗？去见一个人。你就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吗？有什么蹊跷的？李家想要大富大贵，于是请了五通神供奉在宅子里，转手又卖给了杜家，分明就是想踩着杜家报复。
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？当着杜小姐的面，有些话不好说。其实祭祀五通神，并没有用外人做祭品的先例，通常的祭品只会是供奉者的家人。你是说，供奉五通神的其实是？现在还不能确定。不过这4神香，整个江城只有1个人在做，会买这东西的，通常都是寺庙和道观，很少会有私人去的。去他那里看看，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。是陈旭啊，一身的泥巴味儿，一闻就是你。进来吧，店铺地方小，姑娘多多担待。我又没说话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？香老做了几10年的香，鼻子很灵，别说男女了，就算是人妖也闻得出来。凭借这嗅觉，已经能做到跟常人无异。你呀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大晚上的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儿？上次卖给你的香，足够用到7月15了。跟您打听个事儿，今年都谁在您这儿买过4神香？4神香，南山的万佛寺，云谷的太虚观，还有你，都是老熟人了。那您对谢云城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？谢云城，我想想。云城，你回来了！你还有没有李家的联系方式？能不能找到他们？还找什么李家？快点收拾东西，咱们出国躲一躲。出国？别磨蹭了，要来不及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别磨蹭，我破产了，项目出了大问题，几个亿打了水漂。破产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杜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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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杜小姐！你们谁啊？我们找杜明娟。那你来晚了，她老公欠了我们老板钱还不上，这宅子已经被我们收了。他们俩现在指不定在哪个桥洞子底下呢睡觉呢。是五通神的反噬，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得赶紧联系上他们。好，地址发我，我现在就过来。进来吧。这房子已经很久没住过了，有些脏。杜小姐，我们走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丈夫他为了手头的项目借了不少钱，可项目出了问题，钱还不上了。债主怕我们跑，直接上门收了我们的房子，是五通神的反噬。我知道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陈掌柜。目光涣散，眼窝凹陷，这是浑身的气运都被五通神榨干了。谢先生，你到底为什么要供奉这尊邪神？说起来也就是3年前的事儿，那时候我还只是个欠了一屁股债的赌徒，我是为了跟明娟结婚，走投无路才找上了陈老爷子，就是您父亲。别跪了，赌徒是不能供奉财神的，我帮不了你。我已经戒赌了，真的，要是1年内还不清赌债，不能给明娟买婚房，他爹是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。五通神邪性无比，你真的不怕吗？只要能和明娟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只想让明娟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陈掌柜，事已至此，快把他送走吧。那就得看谢先生愿不愿意了。不行，不能送走。这必须送走。
明娟，如果送走了五通神，咱们就真的没法翻身了。我欠了那么多钱，没有五通神的帮助，靠我自己一辈子也还不上啊！爸妈已经被他害死了，你难道还想继续让我当五通神的祭品吗？是不是要我每天都去陪他睡觉，你才满意？当五通神找不到可以吸收的气运，他就会盯上供奉着的妻女，这就是所谓的淫祀。这事儿我爹没跟你说过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现在咱们之间只有2条路，要么你把五通神送走，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，你欠的债我陪你一起还；要么你继续供奉你的五通神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不能离婚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，明娟。这上面是送走泥仙的方法，只能供奉者亲自送，旁人不能介入。要送五通神就照上面做，或者你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送走亡灵官，五通神就会继续生效，但往后出任何事，我都不会再插手。具体怎么选择，你们自己决定。送走泥仙后，记得把泥像送回阴阳泥房。陈掌柜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想和明娟离婚，可我也不能让明娟一辈子都住在这种地方。银寺的事儿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不就是欠钱吗？只要人活着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唉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即便让他回到请五东神的那天，他的选择也一样不会变。咱俩打个赌吧，你觉得他会不会老老实实把五东神送走？当然啊，要是不送走，他老婆都要没了。但愿吧。他靠！怎么他娘的还是个拼车？换辆车吧，这车你不能坐。去你娘的！凭什么你能坐，老子不能坐？为了你好，老子偏要坐！开车！不好意思，车上不能吸烟。滚！你管老子！你问问他们，敢有意见吗？你们这些司机都是给惯的，还不让抽烟，真烫到了什么地方，老子来给你修！啊！有鬼啊！开车吧，你不跑，跑什么？而且这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对吧？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不做亏心事呢？我们不一样，至少我从来都没有害人之心。南疆术士擅长用指施法，你到底是谁？是谁允许你来我们华夏的圈子里为非作歹？为非作歹，何以见得？先是李雪，再是控制杜明娟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哼，你说他们啊，那都是他们咎由自取，与自己无关的事儿，还是不要掺和为好。到站了，不送。车里还有人啊！那不是真人，是纸人。所以你早就看出来了？没这点眼力就不要干这行了。这算是警告吗？累死了。我说你不会真准备赖在这儿吧？这儿可没你睡觉的地儿。不能回家吗？你不会是要赶我走吧？可我已经没地方去了，我没有家。不过等陈虚死了，这里就是我的家了。你就让我住在这里吧，求你了。好，不过你只能睡大厅。没问题。你干嘛？当然是一起睡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？要给陈家传宗接代。包办婚姻不可取啊！现在都崇尚自由恋爱。你别过来！原来他说的一起睡，真就只是在一张床上睡觉而已。冒昧问一句，这就是你说的传宗接代？男人和女人只要亲了嘴，一起睡觉就能生小孩。你不愿意亲我，那就只能一起睡觉喽。啊，对，你说的都对，快睡觉吧。都一起睡了1周了，怎么还是没有感觉呢？杜女士，我来给你送东西。恭喜杜小姐，终于摆脱那东西了。杜小姐，你丈夫已经把武东神送走了。我们
离婚了。所以你丈夫还是选择继续供奉五通神？为什么？那是他的事，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懂了，这就叫狗改不了吃那个，他就是贪财。但他以前真的不是这样的人，为了我戒掉了赌博，他真的很爱我，我感受得到。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了，变得贪财，赚多少钱都嫌不够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抱着泥像过日子吧，谁在乎呢？对了，掌柜，这次的事儿麻烦您了，您看要多少钱？钱就算了，此事祸起泥仙，我出手也算因果相消。好，您有您的规矩，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五通神，五通神，五通神！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我要挣钱，我要还债，我要变得和以前一样有钱。赢了，我又赢了，还清了，终于还清了。你还玩不玩啊？赢了钱就特想跑是吧？玩，当然要玩。玩啊！为什么不接着玩了？我的，都是我的。还有1个多月了，剩下2样东西到底该去哪儿找？千年棺材钉，不会要我去盗墓吧？还有旱魃。千年棺材钉，总感觉我好像见过这东西。见过？在哪儿？叫什么什么村，我也记不太清了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说你记不清了？是啊，我总觉得我忘记了好多事，忘记自己是谁，忘记自己从哪儿来，忘记自己要去干什么。别搞我啊！找不到这2样东西，我就要死了。死了也好啊，陈怀山说过，等你死了，这里就归我了。哎，最近我发现了个很好喝的东西，叫奶茶。等你死了，我就带着我们的孩子把这里改成奶茶店。爹啊，你听听，这叫人话吗？我不想死啊！来了。这里是阴阳泥坊吗？不知道您碰到了什么怪事儿？你们猜猜我今年多大岁数？您看着怎么也有60了吧？我今年不大不小，正好20。什么？20？您看起来倒像是有个20岁的孙子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您可以先说说，都碰到了什么怪事儿？我这辈子就没碰到过什么好事儿，可不知从哪天起，我出门开始经常捡到东西，我他妈还以为是转运了。想不到啊，我李东也有捡钱的一天。一开始只是零星硬币，后来慢慢变成纸币，50、100，再到后来，捡的钱越来越多，是不是从那之后，你就开始慢慢变老了？是，起初只是掉头发、长皱纹，我没在意，以为是自己累到了。随着我捡到的东西越来越离谱，从那以后，我垮得越来越快，不到3个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。我害怕，我怕我下半辈子就要用这种模样度过。那倒是不用担心，因为你寿元将近，马上就要死了。什么？我马上就要死了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天上掉的馅儿饼
也是会砸死人的。你仔细想想，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？没有，我从没得罪过什么人。那你除了捡到钱和银镯子，还捡到过别的东西吗？有古钱币、残破的字画，还有好几件瓷器。我找人看过，那些都是真的。最小的古钱币都能卖几千，那瓷器人家说能值几十万。陈掌柜，你一定有办法救我，对不对？能不能救你，不好说。我得先看看你捡到的那些东西才能确定。都有，我没敢扔。陈掌柜，您现在就跟我去看，越快越好。走。不一样的。他不会也供奉了五通神吧？五通神吸收的是人的精气，是用气运和财富做交易。他这个更像接受。这地方真能住人。陈掌柜，快进来，东西都在这儿。就是这些古钱币、字画、瓷碗，找人看过，都是真的，能值不少钱。好重的阴气。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年份的？你看得懂不？我就是个捏泥像的手艺人，又不是鉴宝大师，怎么可能懂这些？还以为你无所不知呢。不过这些东西上的阴气格外重，倒真像借寿之术。这种术法有违天道，倒也不算难处理。真的吗，陈掌柜？我知道您是卖泥仙的，多少钱我都出。走吧，江河，回去准备准备。对了，记得把房间打扫一下。好。咱们要请的是南斗六司星君。我还以为要请个阎罗王给我改生死簿啥的，那我可就真的活不成了。阎王只管判生死，可不管你寿命被谁给借走了。所谓南斗助生，北斗助死，南斗六司星君分别为司命、司禄、延寿、易算、渡厄上升，六人联手可定君王寿。说的不错，我没啥文化，也不懂这些。总之，陈掌柜，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。报元守一，凝神，仪式要开始了。泥台有象，大道无形，功成法备，神鬼皆服。今有人作恶，以借寿之法强取他人寿命，此举有违天道，人神共愤，还请六位星君下凡苏助，以养功德。主苏，泥像碎了。我不想死啊！六位星君，凡人李东实在无辜，李东不为求财，只为夺回余寿，还请星君成全。星君，我只想恢复我本来的样子，钱我不要了，我都还回去，我只想多活几年呢。六位星君，竟然只有一位肯下凡相助。陈掌柜，这仪式算是完成还是没完成啊？仪式算成了，但六位星君只来一位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有没有别的事儿瞒着我？现在说，或许还来得及。陈掌柜，我都快死了，哪有心思瞒着您啊？罢了，或许是星君察觉你心有贪念，才不肯全来。回去后每日香火不断，少贪念，寿命自然会慢慢恢复。我保证天天上香，绝不偷懒。还有那些东西，从哪儿来的，就放回哪里去。明白。陈掌柜，我长黑发了，真的长黑发了。陈掌柜，我身形变挺拔了，我能站直了。陈掌柜，我长牙了，我的牙一夜之间全长出来了。陈掌柜，你听我的声音，变年轻了。估计还是李东，你来接吧。李东，今天又怎么了？喂，请问是陈虚吗？李东因盗窃罪被暂时拘捕，麻烦您来所里一趟。怎么样？具体不清楚，只是问了问我跟李东的关系。那家伙从头到尾都在骗我，什么捡来的东西，全是编的。那些古玩，估摸着都是他偷来的。还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怪不得星君不肯全来，原来是他心术不正。哼，连我都被他蒙过去了。哎，那你的费用不是泡汤了？别说了，烦着呢。进来。是你？你怎么出来了？而且还变了回去？陈掌柜，求您再帮帮我，求您了。是你瞒我在先，心怀恶念，惹恼了泥仙。陈掌柜，我承认
那些东西确实是我偷来的，可我早都已经还回去了。警察没有证据，这才放了我。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。求您再帮我一次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我无亲无故，我没理由再帮一个骗子。我是个扒手，我老早前就盯上了一个古董收藏家，第一次偷了点古币，过了很久都没被发现。第二次我又偷了银镯、瓷器，后来我发现他家常年没人，就一次次下手，每偷一次就老一分。说起来都是我太贪了。我明白了，你这是被人做了局，人家故意放任你偷东西啊，就是为了借你的寿。没错，我肯定是被人做局了，这不能全怪我。陈掌柜，求您再拉我一把，我向您先保证，我一定痛改前非。我帮不了你，借寿之术本就是你贪厌引祸上身，你不贪又怎么会借到你身上？若你真心改过，就回去老老实实继续供奉南斗六司星君，断了所有贪念。若心构成，倪仙或许还会给你回旋余地。谢谢陈掌柜，谢谢陈掌柜，我一定照做。你圣母吗？他那么坏，你还要帮他？天眼四九，人遁其一。他若真有心悔改，自然不需要人帮。能不能活，都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切，大道理一堆。星君在上，那些东西我都给扔了。往后定弃恶从善，安分守己。求星君助我恢复寿命。喂，你小子总算接电话了，咋进局子了？没把哥几个的事供出来吧？没，半夜出去扔东西被邻居看到了，还他妈以为我是小偷，警察没证据把我放了。我操，你声咋变成这样了？对了，东子，我最近又找着一个好坑，咱什么时候去干他一票？算了吧，我最近碰到些邪门事儿，要不是请了尊泥仙儿回来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什么泥不泥仙的？有钱你不赚？小何，我以后不打算倒桶了，你也收手吧。我说东子，你没毛病吧？别怪我没跟你说啊，那可是个王豪墓，里面的宝贝随便捞一件就够咱俩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王侯墓，没错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点已经踩好了，就等你一句话。只要你同意，那我就听你的。干完这一票，金盆洗手。干完这一票，金盆洗手。干完这一票，金盆洗手。都说千难万难，要账最难。没办法，之前的几单都没拿到钱，再不赚点儿，恐怕没等到我找到那2样东西，人就快饿死了。原来你这么穷啊！靠，还不是因为你一顿要吃4碗米饭，小姑娘家也不知道吃那么多，肉都长到哪里去了。阿姨，这家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家住着一个盗墓贼，昨天晚上盗墓的时候，因为分赃不均，跟同伙大打出手，2个人都死在了墓里面。你看，这不有人来搜赃物了吗？我之前就觉得他鬼鬼祟祟，不然我也不会报警。看看，应验了吧？就是这些古钱币、字画、瓷碗，找人看过，都是真的，能值不少钱。好重的阴气，怪不得阴气那么重。啊！又被他给骗了！他不是小偷，他原来是个盗墓贼。得，这回又白干了。所以，他根本不是被人借了寿，估计是盗墓碰到了脏东西，被反噬了。话说回来，你这么生气干嘛？我当然生气啊！等你死了，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？没赚到钱，我拿什么开奶茶店啊？有你们的信。寄件人李东。等等，读下听听。陈掌柜，当你看到这封信，我估摸着已经溜之大吉了。欠你的钱恕我暂时无力偿还，不过我李东也不是欠钱不还的人。我这儿有个好地方，里面宝贝不少，如您胆子够大，可前往一试。千年古墓，千年棺材钉。李东写信的时候，估计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在墓里面吧？哎，你真要去盗墓？不管怎么说，也算他帮了大忙。你这几天就好好帮我看着店。不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要跟你一起去啊。我是去下乡，又不是踏春，
你跟着干嘛？我可是你的未婚妻，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啊？况且不瞒你说，这个姚家村我总觉得有点耳熟，我好像去过那里，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你的忙。就你，不帮倒瞒就不错了。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出门带坟头土的。醒醒，到地方了。甘露镇，姚家村就在附近，可信里面只说了千年古墓在姚家村，却并没有说具体的位置。啊？陈旭，我饿了，咱们先吃点东西吧。好，你想吃什么？那里。你好，请问这里能吃饭吗？江河，别胡闹。你们是外地来的游客吧？能，当然能。今天我父亲过寿，来者是客。真的啊，谢谢。哇，还是第一次吃别人的寿宴呢，真有意思。是啊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有人给死人过寿的，还真是挺有意思。有东西吃就好，万一这就是人家的风俗呢？安啦安啦。把这个吃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东西能保你阳气不会流失，不然你喜欢跟尸体在一个屋子里吃东西啊？这不就是泥丸吗？不会是你用那些阴土搓的吧？让你吃就吃了，我又不会害你。不好吃，别嚼。泥巴味儿。您太客气了。终于吃饱了，那就走吧。走吗？你不准备管？管什么？我是开门做生意的手艺人，又不是天师道上。没听过那句话吗？上杆子不叫买卖。还以为你们这些有本事的人都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除魔卫道。我的心啊，比菜市场口杀鱼的还要冷。怎么样，客人？今天的酒宴还满意吗？我们就是蹭饭的，能吃饱就好，怎么敢妄谈满不满意呢？这是今天的礼金啊！来你们这里蹭饭还能领钱啊？姚老板，这礼数倒是新鲜。这是我们自己的规矩，来者是客，自然不能亏待了各位。收下吧。哎，不如我们去敬寿星一杯酒吧。我父亲年事已高，有些疲了，正睡着呢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走吧，江河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擅自夺取别人的东西，小心折寿啊！爸爸，哥，你怎么给人跪下了？哥，你是什么人？知不知道我们姚家在甘露镇？闭嘴！我们可什么也没干，是他自己要下跪的。没错，是我自愿的。先生，您能说出那番话，您肯定不是一般人，求您帮帮我。哥，你平时病急乱投医，我们都不说什么，可你不能大庭广众给人下跪啊！这要是被人看到，咱们姚家还怎么立足？求人未必要下跪，小心吓到人家。说得对，对不起先生，是我冲动了。我警告你们这些江湖骗子，别以为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来姚家骗钱。江南，不得无礼！谁是阿猫阿狗？你们全家都是阿猫阿狗。你要干嘛？你给我站住！你一开始看到你们给一个死人办寿宴，我还以为是想趁机敛财，后来我发现不是，这符纸上画的都是吸收阳气的符文。你们办这场酒宴，是为了吸收所有来宾的阳气吗？先生，真是高人啊！人聚在一起，阳气自然会旺盛。这样夺取虽然没有太大伤害，但回去以后感冒头疼是难免了。你们倒聪明，知道羊毛不能在一只羊身上薅。好啊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，吃饭还给发钱。我要是感冒了，吃东西不香，我饶不了你。没办法，我是真的没办法了。小冉，给先生看一眼吧。哎，你他妈！好奇特的湿气，凝而不散，丝丝入扣，一点点蔓延到心脏。你被什么东西咬了？
我爷爷。你爷爷？小冉，跟先生说说吧。这件事说来还有些话长。这里虽然叫甘霖镇，却常年大旱，于是便由姚家出资牵头，每年举办一次祈雨仪式。我爷爷德高望重，是仪式的负责人。那天，我爷爷像往常一样，在祈雨仪式前巡视场地。爷爷，仪式还有好多天才开始呢，您怎么天天晚上都要过来啊？看看他们布置的怎么样了，不然我不放心。你在这儿等会儿，我进塔里看看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我父亲他当场就去世了，只有小冉的肩膀留下了这个黑牙印。虽说不痛不痒，可他天天都会做噩梦。我找了许多阴阳先生，他们都说小冉是湿气入体，只要湿气走到心脏，则必死无疑。可无论我出多高的价格，他们都不肯出手。这湿气绝非寻常的阴阳先生能够处理，他们当然不肯。后来，其中一个先生告诉我，必须用大量的阳气将我父亲身上的源头消除，小冉身上附着的湿气自然也会跟着散去。我也是被逼无奈，才出此下策。方向没错，不过对象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你难道没发现吸收了这么多的阳气，湿气都没有消散的迹象吗？因为湿气的源头根本就不是你父亲。那是什么？你快说啊！急死我了！我怎么知道？你耍我们是吧？小南，按照现在的速度，这位姑娘最多还有3天的时间。我不是阴阳先生，没办法帮你们的忙，但我有办法能压制住她体内的湿气，给你们找到源头，多争取一些时间。您说，不管多少钱，我都愿意。听说过泥仙吗？泥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嫂子，咱们就这么轻易相信那个陈虚吗？不然呢？还有什么办法？靠，肯定是那塔里面有脏东西，我回去就给那破塔拆了。我相信他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姚家村，平时我们不回来，也只有举办仪式这1个月才会回来住。姚家村，正好我也有事去姚家村，不知道方不方便在您家里叨扰一段时间。当然，那再好不过了，这里不比城里，住在我家反而舒服些。那就多谢了。对了，陈先生，我父亲他火化吧。好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准备吧。找一间干净整洁的房间，最好有窗，再准备些上等的香，是神香最宜，还有香炉、供果、1支毛笔、10根蜡烛、1碗鸡血、1把刀，以及你家的病面图。好，但是捏泥像不需要泥土吗？泥土我有。先给我随便找个安静的房间，我去准备东西，让姚冉带陈先生去找个屋子。陈先生，跟我来吧。你在这儿待着。切，又不带我玩。好香。这是我的房间。用的什么香薰？还挺好闻。我不用香薰。不用香薰，那不就是我没别的意思。没事。我要捏泥像了，会有点脏，要不你先……我能看看吗？当然，要是不方便，那就……行，也没什么不方便的。你要捏什么？一只鸟。鸟。3足金乌，传说中3足金乌为太阳化神，阳气为世间最盛。其实道理差不多，用强大的阳气将你身上的湿气压制，延长一些寿命罢了，效果绝对要比你爸的方法好多。我爸他真的没想害人。如果他真有害人之心，我根本就不会帮你们。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只有式神香实在买不到，但我买的也是最好的香。可以，让姚冉跟我来吧，其他人都在外面等着。凝神静气，准备好了告诉我。陈先生，安静，别分心，单纯积血阳气不足，掺上我的血更保险一些。
泥胎有相，大道无形，功成法备，神鬼皆服。吾乃陈家泥经第10代传人陈须，请三足金乌一丝分神下凡速助，镇湿气，养功德。还好顺利。成了。陈先生，怎么样？还差最后一步。我已经在你们家的碎面图上做好了标记，挑几块大的碎片埋在相应的位置，剩下的碎末撒在门口。都已经埋好了。冉冉，有没有什么感觉？看看伤口。有用，真的有用。这只是刚开始，拖得越久，湿气反扑得越厉害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赶快找到湿气的源头。我并非阴阳先生，这方面恕我真的帮不上忙。不过，既然您父亲是在那座塔出的事，即便源头不在那里，离得也不会太远。好，对了，这栋房子阳气太盛，已经不适合女性居住了。除了姚冉之外的女性，都要离开这栋房子。这里本来也只有冉冉自己住，我和先生就住在隔壁那栋。江河小姐，好，我只要有个地方睡就行。那我也……陈先生就留在这边吧。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有陈先生在，爸爸妈妈也放心些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啊？那我岂不能和陈旭一起睡了？我这肚子还没反应呢。陈苏要是死了怎么办？别胡说。姚先生，你们来安排就好。那就这样吧，你们也早些休息。要不要干脆让姚先生去帮我打听一下千年古墓的下落呢？不行，被当成盗墓贼怎么办？进来吧。姚冉，都2点多了还不睡？我已经睡了一觉了。手。做噩梦了吗？不过每次做的梦都一样，我已经不怕了。那能跟我讲讲吗？说是噩梦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妖魔鬼怪，我只是感觉自己梦到了好多年前，变成了另一个人。那好像是很久前的姚家聪。这涝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今年的庄稼又白种了，不知道又要饿死多少人。可不是，听说村头那条河又淹死了2个人。你们也不喜欢下雨吗？谁会喜欢下雨啊？都不能出去玩了。那我让雨停掉，好不好？切，说大话！哎，你是哪个村的姑娘？我咋没见过？这小模样真俊啊！雨真停了，真的停了，真的停了！哦，不下雨了，好啊，太好了！妖怪，他肯定是妖怪！我妈都说了，他随便一句话就能让雨停。明明是你们说不要下雨的。我爸都被淹死了，你还我爸爸，我也要你尝尝被水淹的滋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畜生！你把我丈夫还给我！烧死他！烧死他！他怎么烧不死？妖怪，肯定是妖怪！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乡亲们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不如把他埋在后山，镇压了他。我只记得他很不解，很困惑，很生气，别的就没有了。陈先生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你越帮他，他就越以为你在害他。我不会。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你是真的在帮我。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好丑！小玩意儿，我用剩下的泥做的，它叫梦板。传说中专门以噩梦为食。我父亲刚刚去世那段时间，我天天做噩梦，后来就给自己做了一个，拿着睡觉就不会做梦了。
谢谢。好了，回去睡觉吧。好。果然没有做梦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叫你起床吃饭，这东西很有用。哼，你蹲这儿干嘛？还不是为了等你，慢吞吞的，还不让我进房子。姚先生，不对，是2个姚先生，他们一大早就出门了，还说什么非要把塔给拆了。走，咱们也去凑凑热闹。姚冉，你就别出来了，最好一直都在房间里。好，注意安全。慢点，慢点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找到棺材钉的下落了？那倒是没有，不过我可能知道旱魃在哪里了。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你，饭都不让我吃一口。今天这破塔必须拆了，谁挡我们，就是跟我们姚家作对。姚家老二，你爹的死我们理解，但也没有证据就证明跟甘霖塔有关。这塔立了近1000年，是咱们姚家村的根。对，而且这塔下镇着大妖，怎么能说拆就拆呢？今天就是祈雨仪式，拆了塔仪式怎么搞？总不能因为你爹这个带头的死了，就断了传统吧？祈雨有用吗？姚家村旱了快1000年，哪次祈雨有用？要不是我们家年年花几个亿给你们运水，你们这些老东西早他妈渴死了。我们不管，谁今天要是敢拆塔，先从我们的尸体上压过去。哥，我只知道，谁想要我女儿的命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好，你们会遭报应的！报你！你他妈疯了！快让开！陈虚，你果然还是来了。咋办啊，董事长？总不能真杀人吧？这塔当然可以拆，不知几位能不能等仪式结束之后？什么？不行，不能拆！你可是我们花钱雇来的大师，你怎么能向着他们说话？这塔足足立了999年，过了今天50就满1000年了。我以性命担保，只要祈雨仪式顺利结束，无论塔在或不在，往后的姚家村必定风调雨顺。好，就给你们半天时间，祈雨仪式一过，谁再阻拦，我姚忠不介意自己再拉上几个老东西，一起给我女儿和父亲陪葬。哇，好帅！总感觉他的身形有点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不好意思，陈先生，让您看笑话了。没有看笑话，我也挺期待你能把这塔给拆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等他们完事了我再过来。您要是感兴趣，就留在这儿看看热闹吧。为丙午之年孟春之月，久旱不雨，赤地千里，田丘亏裂，禾苗枯槁，泉源见竭，草木凋残，望云盼雨，心焦如焚。仅以此列，恭祭于昊天上帝、山川百神之前，叩首顿首，虔诚祈告。开塔门，吃把女。是阴土，这是泥仙。没想到这姚家村竟然还有老头子亲手塑的泥仙。乡亲们，这1000年来，你们祖祖辈辈所遭受的大旱，都是这把女所为。众人听我号令，打！这第一鞭，打你作祟人间，天怒人怨；第2鞭，打你祸延9州，生灵涂炭；第3鞭，打你危害苍生，罪不容诛。可老头子为什么要塑一个无头的泥仙呢？爸，说起来，我好像还没见你捏过活人啊。干咱们这行啊，捏的，要么是位列仙班的神仙，要么是游荡地府的厉鬼，就是不能给活人塑像，除非什么？因为把女还活着。为什么这么对我？陈徐，什么祈雨仪式，不过是一群人祖祖辈辈对无辜者的欺凌罢了。什么1000年大旱，不过是你们
自作自受的因果罢了。我陈家倪仙可不是供你们发泄的工具。我怎么感觉自己好像晕了过去？不知道，我只觉得自己睡了一觉，好像还做了个噩梦。我也是，我好像梦到自己变成了个小姑娘，被人用水浸、用火烧。坏了，我们做的梦竟然是一样的。果然，被尸气侵蚀的人都会看到那段记忆。那不是梦，那是你们祖辈上做下来的孽。那个被欺辱的小女孩就是女拔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旱魃。旱魃一怒，必逢大旱。他一番好意，救你们姚家村于涝灾之中。可姚家村是怎么对他的？你们之所以大旱千年，正是因为你们祖祖辈辈将他镇压在这塔下千年。真可悲啊！这1000年，但凡有一人心善将其放走，你们早就风调雨顺了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你们自作自受，报应不爽。竟然是这样，那咱们这几十年的坚持都算什么？是真的，那就是咱们姚家村对不起他呀。这还能有假？咱们做的梦都一样。等等，你们看，我的胳膊怎么成这样了？啊！这不是跟姚家那姑娘一样的症状吗？那咱们岂不是都要死了？不，我不想死啊！我不想死了！姚忠，姚忠，你可算是来了！快把那塔给砸了！不等仪式结束了，还仪式什么？大师，你说，大师，那就拆吧。这下面还真有东西。那个女拔，不会现在就在下面吧？管他什么女拔旱魃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敢欺负冉冉，我也跟他玩命！我去吧。果然是你。你认识我？离远了或许不认识，可惜这地方又不大。你身上式神香的味儿又那么浓，想不认识都难啊，对吧，香老？那我是继续叫你香老，还是叫你南疆术士？纸面具摘了吧，怪瘆人。还是这双眼睛看着舒服。不过，我认识的香老，可不是个作恶多端的人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不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你们这些捏泥人的，还是一样的手无缚鸡之力。想干什么？陈须，你们泥仙一脉天天跟神仙打交道，请了一位又一位仙家，有没有亲眼见过一个人变成神仙？这是婴灵？怎么会？那只婴灵不是已经被魔母吃了吗？费了好大劲儿才又找了一只，这样说来，他算不算因你而死呢？五通神的泥像、婴灵、五通神，再加上女拔，是三灵窜神术。你竟然想自己成神？聪明，聪明！哈哈哈哈！怨气极深的婴灵吸饱了气运的五通神，加上这刚足1000年女拔，凑齐这人神师三灵，可真是费了我天大的功夫。我等这一天太久了，这三灵窜神术不可终止。今天你就老老实实在看着我飞升成佛，还有最后的女拔。空的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这甘灵塔尸气滔天，女拔怎么可能不在这儿？知道三灵窜神术被迫中断会发生什么吗？会，砰，消失。其他人呢？
病好了就都走了呗。你以为谁都像我一样傻乎乎在这儿等你？病好了？刚刚有个神仙飞过来，嗖嗖嗖，3下5除2就把所有人的病都治好了。哎，下面怎么样？找到你要的东西了吗？运气好，按照时间来推算，今天才刚刚满1000年，早一天从棺材上取出来都没用。就是可惜，女娃不在下面，应该是提前被什么人给放走了。安啦，有在1在2就有在3，反正都找到2样东西了，还怕第3样找不到吗？哎呀，快走吧，我饿了，去找点东西吃。这是哪里？这是姚家村甘陵塔下。我是谁？你是拔女，也是旱魃。你能放我出去吗？这里有点黑，我害怕。我可以放你出去，但是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。嗯。第一，我会用泥仙之法将你的记忆和尸气锁在泥像中，继续镇压这里。出去后，你只是个普通人。好。第二，我还有3年寿命，我要你在我死后找到我儿陈须，为陈家传宗接代。好。可惜还不够日子啊。如果你有恢复记忆，将我儿子带到这里来，具体怎么做他知道。如果我儿子也死了，你就继承他的店，做一个正常人吧。没问题。最后一个条件，那些将你镇压在这里的人已经承受了1000年大旱的因果，即便你恢复了记忆，重新得到了法力和尸气，也不准向他们复仇。好，我都答应你。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好饿啊，去找点东西吃吧。能不能再多待些些？是啊，所有人身上的尸气都已消散，只有那天不在场的冉冉还……我也有性命攸关的事要去做。如果运气好，我们都活着，一定会有机会再见。安啦，肯定会有机会的。来吧，冉冉，抱一个。有空记得去泥房玩。别睡了，快起来，接课啦！靠！这是你的台词吗？每天就数你一觉睡到大中午。而且算算日子，我只剩最后5天寿命了，还接个毛课呀？不是吧？你就这么放弃啦？那不然呢？说不定你给我买好多好多好吃的，我感动的一哭，你就有救了。那我还是花钱给自己买个好看点的墓碑算了。对了，要翻盖的。你说那个女拔能跑哪儿去呢？这个旱魃类咋就这么难找？是啊，能跑哪里去呢？说起来，有你陪着也不算无聊。现在知道我的好了吧？我不仅会陪你走完最后的日子，以后清明还会帮你扫扫墓啊，上上香啊。不过我觉得现在有件更重要的事，就是在你临死前，给陈家传宗接代。有客人。陈旭哥，你真的在这里啊？姚冉，你没事了？不对，等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上的大学就在附近，但还没开学，就想来你这里打扰几天。陈旭哥，我最近又做噩梦了，梦符也被我弄丢了，我能跟你一起睡吗？不能！